巴菲特的护城河，作者罗伯特·哈格斯特罗姆。这本书是投资界最经典的书籍之一。提到价值投资，大家一定会想到股神巴菲特。本书阐述了巴菲特的投资策略与思维，作者分析巴菲特投资理念的核心，精炼出投资的12条不变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挑选简单易懂的企业，也就是你熟悉的领域或行业。第二是一致的经营历史，企业年复一年的销售相同类型的产品，是否表现出一致的结果？这家公司是否曾因不成功的计划而从根本上改变方向？一致的经营历史有助于你预测它未来的走势。此外，要避开那些正在解决难题的企业，而关注具有稳定盈利记录的企业，因为这是未来良好业绩的可靠指标。第三是美好的长期前景，也就是公司是否有护城河。什么是护城河呢？护城河指的就是企业竞争力，也就是拥有同业竞争对手难以模仿或超越的优势。护城河是城堡周遭所建立的防卫壕沟。古时候战争若想攻城略地，首先就必须跨越护城河。护城河愈宽愈深，敌人就愈难入侵。而股票投资的护城河是什么呢？根据巴菲特的说法，经济世界中可区分为2类业务。第一类是占少数的特许经营业，另一类则是占绝大部分的商品业务，而大多数的商品业务不值得购买。特许经营是指产品或服务具有以下特性：一、属无形资产，具有专利或品牌或特许或加盟经营权；二、具群聚效应，深受期待或品牌忠诚度高；三、转换成本高，没有相近的替代品或转换不易；四、不受监管，定价具灵活性。这些特性创造了特许经营企业的护城河，使它相对于竞争对手具明显优势。例如，Apple 即是一家特许经营公司，苹果产品需求旺盛，品牌忠诚度高，行业不受监管。特许经营能够收取高于竞争对手的溢价，无论价格上涨多少，大家仍会想购买最新款的 iPhone。反之，大宗商品业务则通常回报率较低，所提供的产品与竞争对手基本上相同，而且很容易被替代，因此他们只能在价格上竞争，利润率很容易被侵蚀。商品业务获利的唯一途径是成为低成本供应商，或是碰到景气高峰、供应紧张时，但这很难预测的。第4个原则是理性。巴菲特强调，资本配置是管理阶层最重要的工作，管理者必须理性决策，有效分配资金，以确保产生更大的股东价值。5是坦诚，正直和对股东坦诚相待，是管理者应该具备的重要价值观。6是不拘泥于制度惯性，与股东保持一致利益。7是看股本回报率 ROE， 而不是每股收益 EPS。巴菲特将 EPS 视为烟幕，认为它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，因为大多数公司会保留前一年收益的一部分，以增加其股本基础。而股本回报率才是分析公司业绩更有用的工具。股本回报率等于净收入除以股东权益。8是所有者收益。一般人认为现金为王，习惯以现金流来分析公司财务业绩，但巴菲特警告不能专注于现金流，因为现金流并未考虑资本支出，而资本支出关系公司的发展，所以要使用所有者收益，因为它考虑了资本支出。9是高利润率。管理阶层需降低成本，确保高利润。10亿美元测试。
公司所保留的每$1至少都能转化为$1的市场价值，这代表公司能以最佳比率投资资本。11. 企业价值为何？计算企业目前的价值，要估算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总收入，然后将它倒推为现值。12. 以大幅折价购买，必须以有吸引力的价格购入，以确保足够的安全边际，保护投资人免受下跌风险。这12条原则可简单归纳为4类，分别是1. 业务2. 管理3. 财务和4. 估值。这4类可以用一个罗盘框架来表示。而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可归纳为：1. 收购长期前景良好的企业；2. 以大幅折扣购买高价值企业；3. 收购投资资本回报率高的企业；4. 购买拥有诚实管理者的企业。除了这12条原则之外，投资最重要的部分是像企业主一样思考和行动。巴菲特投资时，他看的是企业，而不是股价。而大多数投资人则花太多精力来预测价格，而未花时间去了解公司的基础业务。想投资成功，需要站在企业主的角度来评估企业的基本面，确定企业在3到5年后会是什么样子。综合上述，真正优异的企业必须建立一条持久坚固的护城河。而台积电拥有这样的护城河吗？台积电在张忠谋开创公司时所立下的公司愿景是，要成为全球最先进及最大的专业机体电路技术及制造服务业者，同时也必须是最具声誉、以服务为导向以及客户最大整体利益的提供者。台积电投入大量的资本和人力进行研发，并与设备供应商合作研发关键制程设备。对客户不轻易承诺，一旦做出承诺，必定不计代价，全力以赴。所以，台积电的企业护城河是指一系列的策略和能力，用来保护公司在半导体行业的竞争优势。这些能力包括：1. 技术领导；2. 制造领导；3. 客户信任；4. 优秀的人才和资源管理；5. 高效的生产流程等等。这坚固的护城河是建立在多年的研发投入、技术累积和生产经验之上，是台积电的创新商业模式护城河，很难被外在竞争者所攻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留言、按赞及订阅，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了。